一声叹息，曾经救过王健林，救过许家印，但是万万没想到，如今属于张近东的苏宁，今天也终于走到了破产重整。没错，苏宁电器集团、苏宁控股集团、苏宁置业集团被债权人申请重整，相关案件已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幸福频道，从客观公正的视角深度解读时事，我是李幸福。今天的视频，我会为大家详细盘点苏宁破产的原因及由此带来的影响。首先，让我们就来看看这件事。苏宁系的核心公司是4家，分别是苏宁电器集团、苏宁易购、苏宁控股和苏宁置业。在这4家公司中，有3家进入破产重整程序。苏宁电器集团，张近东持股 50%； 苏宁控股，张近东与其子张康阳合计控股 100%； 苏宁置业，张近东持股 55%， 张康阳持股 8.5%， 苏宁电器集团持股 36.4%。 苏宁易购作为苏宁系核心业务，情况比较特殊，未进入破产重组，但是苏宁易购是上市公司，因为财报亏损而被列为 ST 易购。因为苏宁系在2020年后陷入资金困境，张近东被迫出售苏宁易购股份，接受股份稀释。今天的苏宁易购股权结构中，张近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为 17.7%， 苏宁控股持股 2.75%， 苏宁电器集团持股 1.4%， 苏宁易购持股最高比例为阿里系的杭州皓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占 20.09%。 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。苏宁破产之所以引发强烈震动，是因为苏宁是南京乃至江苏非常重要的企业之一，多次入围世界500强，其生存关系着江苏省约10万人就业，对当地经济有着重大意义。正如有关评论指出，对苏宁的救助体现了地方经济保主体、稳就业、护产业链的思路。在中国零售商业史上，苏宁是不可忽视的一家公司。苏宁早期从一家空调专营店起步，后来与国美半分天下。虽然在电商时代显得有心无力，但最终也还是发展成为横跨零售、地产、物流、体育等多个领域的商业帝国。然而，近年来苏宁的经营状况正在持续恶化，财务危机逐渐显现。根据公开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年报，仅苏宁电器的资产总额就达 1249.6 亿元，而负债总额更高达 1344.79 亿元，当年净利润亏损 57.03 亿元。那不成啊，得按合同办呢。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。随着苏宁进入破产程序，很多供应商眼都要哭瞎了，包括广告供应商。苏宁破产一了百了，但是坑苦了上下游的小商家。张康阳 Steven Jiang 是苏宁创始人张近东的儿子。2018年，张康阳以约 2.7 亿欧元，约合人民币20亿元的价格收购了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。根据国际米兰官方发布的财报，2021至2022赛季国际米兰的净亏损为 1.4 亿欧元，大约10亿人民币。2024年5月22日，由于苏宁控股集团未能偿还一笔到期的 2.75 亿欧元贷款，导致橡树资本 Oaktree Capital Management 接管了国际米兰俱乐部，张康阳失去了对国际米兰的控制。2017年，苏宁电器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南京润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向恒大地产投资了200亿元人民币。这次投资使苏宁持有恒大地产 4.7% 的股份，成为恒大地产的战略投资者之一。随着恒大的财务问题曝光债务，这笔钱大概率打了水漂。操！据不完全统计，2012至2020年，苏宁对外投资达780亿元，3.34亿美元控股 PPTV，27亿元收购万达百货，42.5亿元收购天天快递，48亿元收购家乐福中国80%股权，95亿元入股万达，140亿元投资蚂蚁。
在 M2 高速膨胀的时代，即使是负债买下的资产，明天就能有更高的估值。更高的估值意味着更多的贷款，拿着买下更多的资产。其实这些购买下来的资产能不能赚钱，大老板们并不在意。我知道你有理，但我们先不讲道理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。这几年，南京的大型民营企业的大老板们，生意能力咋样不知道，但都是资本运作的高手。这2年相继倒下，有个财经记者说得很深刻，显示过去几年来编织交易、做大估值、忽悠别人来套现解困的戏法，金融机构恐怕不再愿意为之买单了。比如袁亚飞的三包集团、祝义才的雨润集团、季昌群的丰盛集团，结局都差不多，高额负债、破产重组。老南京人对苏宁都是怀有复杂的感情的，看着他从一个小门店崛起，又一路看着到这一步，仔细看下来，最后才惊奇地发现，季昌群是安徽当涂人，张近东是安徽天长人，祝义才是安徽桐城人。南京果然是安徽的首府啊！眼见他起高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。您对苏宁破产重组怎么看？在评论区聊聊吧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唱戏不怕嗓门高，京东大户可不怕小，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，死猪不怕那开水浇啊。